在日本长野县青井泽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17号进入第2天。尽管当前乌克兰危机亟待解决，但欧洲与印太的安全却被打包处理，包括再次翻炒台海议题。对此，中方批评有关国家言行不一，明里暗里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G7外长会16号晚开幕，轮值主席国日本外相林芳正当晚举办工作晚餐会，七国外长就印太局势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应对印太地区的挑战极为重要，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日本外相林芳正还表示，对同中国有关的各种挑战感到忧虑。日本外务省文件称，每个国家都表达了这种共识，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7号指出，有关国家应当认识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两岸虽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这是台海的真实现状。台湾归还中国是2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就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如果真的关心台海局势，首先就应该弄清台海紧张的根源在何处。事实一再说明，岛内台独分子在外部势力的纵容和支持下，不择手段推行分裂活动，这才是在破坏台海现状，才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要维护台海局势稳定和地区和平安宁，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汪文斌还对相关国家言行不一的举动进行了严厉批驳。口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行动上却对台独分裂活动睁一眼闭一眼，明里暗里纵容支持，甚至把反对台独分裂说成是改变台海现状，这是在背离，而不是在践行一个中国政策，是在破坏而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深圳卫视注意到，不仅在16号晚的工作晚宴上，日方就将对华针对性极强的议题强行塞入，在17号的首场外长会上，讨论的议题也是与印太地区相关。根据会议官方声明，七国集团外长共同认为，要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包括东盟和太平洋岛国，并作为 G7 框架的一部分，定期讨论和加强与印太有关的合作。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披露的 G7 外长会联合声明草案，写入所谓外长们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局势，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G7 对印太和中国议题超乎寻常的热情引起舆论关注。有声音直指，东道主日本热衷于将欧洲与印太安全打包处理，并将此列为首要议程。路透社称，一名日本外务省官员谈到 G7 外长会时说，欧洲的安全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不能分开讨论，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在会议开始前，舆论就预计中国议题会成为首要议程。彭博社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日本担任今年的 G7 轮值主席国，因此亚洲的地缘政治挑战将受到更大关注。法新社也引述了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话称，会议将反映对中国正在采取的一些行动的集体关注，讨论的重点将是各国将如何继续以共同协调的方式保持立场完全一致，并指日本热衷于将地区性挑战作为首要议程。日本这个很狡猾啊，在欧洲方面的同盟跟在亚洲地区的同盟是2个不同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七国集团使得美国的2个同盟实际上在这个框架里面融合进来了。日本也是通过这一种方式能够加强跟欧洲就美国另一个同盟更紧密的这种关系，也是希望能够把日本的一些关切能够纳入到七国集团里面。
作为 G7 国家中唯一的亚洲国家，日本在今年轮值主席国的角色被美联社评价为提供了一个讨论对中国采取协调行动的机会。然而 G7 会否跟随美日的指挥棒走，需要打上问号。毕竟欧洲不是美国的欧洲，更不是日本的。7国的欧洲成员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都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在回程途中再次抛出欧洲应坚持战略自主，不能做美国附庸的观点。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马克龙直接表明欧洲不应追随美国。因为法国是G7的重要成员，他们会进行协调。我想立场呢会回归到这个过去欧洲长期强调的一个立场，包括比如说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然后和平解决，尊重一种原则他们会在这个框架之内，然后去寻求一个共识。日本借 G7 平台企图实现自身政治谋划的意图十分明显，甚至还在会前称希望通过这次 G7 外长会，在 G7 广岛峰会之前向世界发出强烈信息，强调 G7 的团结。但 G7 的内部分裂和下降的国际影响力已日渐显现。路透社援引一名法国外交官的说法指出， G7 只有在能够处理世界问题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可信度。很多的多边国际组织现在功能的发挥不是太理想所以现在G7呢，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在试图竞争重要的国际性的多边机构的权威或者作用当然，他们有关政治方面的一些立场，我们是坚决不赞同的而且是带来了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纠纷但是呢，也要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这个积极促进全球治理方面的一些作用，没有完全否定的，还是要寻求一定程度的可能的合作机会。正在日本长野进行的G7外长会也摆出了干预台海问题的架势，那您对此又如何分析呢？很大程度上，这次G7外长会可以看作是下月G7峰会的最后准备会，与会的各方呢，在最后的协调议程的准备与立场。那么从这一次外长会首设所谓印太议程，包括在台海议题上的所谓发声与安全关切来看，尤其是美国国务院的立名高官毫无讳言要商讨出协调一致的对华立场，都已经在充分预告，下月美方不排除会在G7峰会上裹挟其他的成员国再度炒作涉华议题，甚至不排除会大打台海牌。但是呢，也必须要指出，G7成员国绝对不是铁板一块。事实上呢，法国作为G7成员，总统马克龙也已经就此率先破题，引爆争议。此前呢，在结束访华的专机上接受法国和美国的2家媒体的专访，马克龙就强调，欧洲不应在台湾问题上沦为美国的附庸，欧洲不应该草率卷入中美在台海的博弈对抗。但是呢，这番着力强调欧洲战略自主、捍卫欧洲自身利益的言论，竟然在大西洋两岸遭到同步围攻。英国大报《每日电讯报》甚至刊文指责说，马克龙此说是在台湾问题上准备出卖西方阵营，所谓 ready to betray democracy。那么，虽然面对大西洋两岸的同步指责，马克龙上周在访问荷兰期间仍然多次回应，涉台表述以及立场并没有变化。那么，法国财长勒梅尔上周也在华盛顿出席 IMF 以及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时坚决为法方拒绝选边站的国家立场辩护。作为美国的盟友，不代表就应该处处反华。那么，我上周在节目中也曾经分析，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北京与秦刚共同见记者，那么双方曾经就台海议题直接交锋。那么贝尔伯克他无论见秦刚亦或是王毅，他所得到的一个关键讯息都是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要坚定反台独。可以预料，在中国家门口上演的G7峰会，不管会不会打出台海牌，不管会怎么打，甚至呢也不管G7成员内部将会如何争吵、相互攻击，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要坚定反台独的这个主题信息，必将越来越显著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好，请管尧先生保持在线，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